川普又对中国下狠手了。3月12日，他一声令下，美国对所有进口钢铁和铝开征25%关税，表面上看是全球通杀，连盟友加拿大、欧盟都得挨刀，可实际上，这把屠刀直指中国的钢铝倾销命脉。更要命的是，中国货还被额外加码20%，总税率飙到45%，这简直是要把中国钢铝产业往死里逼啊！盟友们还能靠谈判喘口气，可中国呢？只能眼睁睁看着这条出口救命稻草被川普一剪子剪断。这次关税不是小打小闹，而是要彻底堵死中国靠低价倾销横扫全球的路子。美国海关数据显示，2023年中国钢铝出口总额高达870亿美元，其中至少30%靠压价挤占市场。现在好了，45%的关税砸下来，中国钢铝的价格屠夫招数彻底失灵。别说赚钱，能不赔本都算烧高香了。别看川普这回对全球钢铝都开了25%的关税，真目标还是中国。早在2018年，他就干过这事儿，当时对中国钢铝直接上25%和10%的关税，愣是用国家安全威胁为由，把中国货挡在门外。可那时候他还给加拿大、韩国这些盟友开了后门，豁免了一堆关税。可中国呢，愣是一点情面没留。现在川普 2.0 版本更狠，直接把所有豁免漏洞堵死，连二手转手的路子都不给留。CNN 爆料，中国可是全球钢铝老大，产量占世界1半以上。虽然美国直接从中国进口的钢铝不多，但中国货早就学会了曲线救国，要么卖给墨西哥、巴西这些国家，再转手美国，要么干脆贴个假标签，蒙混过关。美国商务部数据揭底，2023年美国进口的313亿钢铁和274亿铝里，至少15%是这种二手中国货。现在川普一招25%通杀，外加对中国加码到45%，等于把这条灰色通道彻底掐死。更扎心的是，彭博社统计，2023年中国钢铝出口美国的实际价值可能高达120亿美元，占中国钢铝总出口的1/7。这120亿要是没了，等于直接从中国经济嘴里抢走一大块肉。更别提那些靠出口吃饭的小厂了，日子本来就紧巴巴，这下怕是要直接倒闭关门。这波关税对中国钢铝的打击有多狠？咱直接摆数据说话。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，2023年中国钢产量高达 10.2 亿吨，铝产量3900万吨，可国内需求撑死也就消化 60%， 剩下 40%全靠出口。可出口哪那么容易？世界银行数据显示，中国钢铝出口均价每吨才600美元，比美国本土价格低了整整 30%。这靠的就是倾销大法，政府补贴加产能过剩，低价杀进市场，把美国、欧盟的钢厂逼得喘不过气。可现在呢？美国海关数据一针见血，2023年美国从中国直接进口的钢铝不到10亿美元，可通过二手渠道流入的却超过20亿。川普这 25% 加 20% 的双重关税一砸，等于每吨钢铝成本直接涨300美元。拿个小厂算算账，年出口1000万美元，毛利 15%， 一年赚150万。现在关税一来，成本多掏300万，利润瞬间变负150万，这场子还开得下去吗？更吓人的是就业数据。中国国家统计局称，钢铝行业直接从业人员超500万，间接带动就业2000万以上。如果出口市场崩一半，行业专家估算，至少300万工人得丢饭碗。这还没算物流、仓储这些下游产业的连锁反应。路透社警告，这波冲击可能让中国失业率
飙升1.5%，直接把经济拖进更深的泥潭。说起来，中国钢铝这些年的风光还真离不开倾销这张王牌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数据揭露，北京过去10年砸了超5000亿补贴钢铝产业，愣是把产能撑到全球1半。可这招也惹了众怒，美国钢铁协会早就嚷嚷，中国低价钢把他们的市场份额抢了20%，中西部铁锈带直接成了鬼城。2016年川普上台，就是靠这些愤怒的工人选票杀进白宫。2018年那波关税，美国钢厂活过来了。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，过去6年，美国钢铁产能涨了22%，铝产量也多了15%。可中国这边呢？钢铝企业利润率从11%路跌到5%，好多小厂早就撑不住关门大吉。这次川普再加码45%，简直是要把中国钢铝的棺材板钉死。更讽刺的是，中国钢铝前几天还在吹全球化无敌。中国商务部上个月还喊着支持钢铝出口高质量发展，可现在看来，这牛皮吹得太早了。花旗银行分析师冷冷泼水，中国钢铝90%靠低价竞争，关税一涨，价格优势全无，市场份额至少丢30%。这不就是在钢丝上跳舞吗？风光时看着美，摔下来可就惨了。面对川普的大棒，中国钢铝企业也不是没想过挣扎，比如加大内需、转战东南亚市场，还有企业嚷着技术升级。可这些招数管用吗？咱接着摆数据。先说内需，中国经济现在啥样？国家统计局数据摆在那，2023年 GDP 增长才4.5%，房地产崩盘，基建投资腰斩，钢铝内需撑死也就涨个5%，这点增量连出口损失的零头都补不上。转战东南亚，更别提了。世界贸易组织 WTO 数据显示，东盟国家钢铝需求一年才2000万吨，中国过剩产能的零头都塞不满，还得跟日本、韩国抢饭吃，利润薄得跟纸似的。至于技术升级，中钢协自己都泄了底，中国高端钢占比不到15%，核心技术还得靠进口。川普这波关税一压，进口设备成本再涨20%，升级。先活下去再说吧。摩根士丹利直言，中国钢铝的所谓自救，顶多覆盖20%损失，剩下的80%只能硬扛。川普这招还不止砸中国一家，他还拉着全球盟友一起玩围堵游戏。加拿大、欧盟这些国家虽然也挨了25%关税，可川普明确说了，只要他们能堵住中国钢铝的二手通道，就能谈豁免。结果呢？加拿大周3就宣布对美国或反制，可第2天就跟川普坐下来谈条件。欧盟也一样，冯德莱恩嘴上硬气，可背后早就准备妥协。反观中国呢？商务部喊着坚决反制，可手里有啥牌？美国市场一关，全球其他国家也开始警惕。彭博社爆料，印度、巴西已经计划对中国钢铝加税15%，日本也在酝酿新规。这架势简直是要把中国钢铝逼成过街老鼠。更要命的是，中国经济本来就半死不活。IMF 警告，2024年中国债务占 GDP 比重可能突破300%，出口要是再崩，外汇储备得掉1000亿美元。钢铝这块要是倒了，等于雪上加霜，直接把经济往悬崖边推。这波关税砸下来，最惨的还是中国工人。中国劳动学会估算，钢铝行业每减少10%出口，就有50万人失业。现在45%关税一压，出口起码砍一半，300万工人直接没活干。这些人不少是40、50岁的中年人，技术单一，丢了饭碗就等于砸了全家生计。
更别提那些小厂了。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调查，钢铝小厂平均雇员50人，年营收500万，利润率不到8%。关税一加，成本翻倍，9成小厂撑不过半年。破产潮一来，地方经济也得跟着遭殃。河北唐山、山西这些钢铝重镇，怕是要重演铁锈带的悲剧。川普这45%关税不是简单一刀，而是要把中国钢铝的命根子砍断。靠倾销起家的中国钢铝，终究逃不过成也倾销，败也倾销的宿命。现在美国带头围堵，盟友纷纷跟进，中国钢铝的好日子算是彻底到头了。